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么今天呢是2025年的3月13号，星期四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聊这个投资理财。那么我呢，今天主要聊两个话题啊，一个呢就是香港股市，因为香港股市呢，我仔细的看了这个香港股市这段时间呢，涨了非常的多。2025年啊，涨了好多好多啊。那么我们想就具体分析分析，看看什么原因，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聊一聊这个英特尔啊，英特尔这个个股。那么这个英特尔这个股票呢，就是现在啊，就是现在是那个欧洲的时间下午5点25分，美股已经开盘了。这个英特尔这个股票呢，它现在是24美元啊，已经今天涨了16%了啊。那么之前呢，我也聊过啊，就是英特尔，对吧？就在我过去几期讲这个投资的视频里面啊，我说我是比较看好英特尔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它稍微深度的聊一下这只个股，就像聊那个特斯拉一样啊。那么在正式聊之前呢，我先和大家闲聊一下啊，就分享一个理财的小故事啊，还有呢就是，昨天啊，我老婆她就问我啊，她说你为什么就是最近开始聊理财了啊？她说你那个聊那个移民的生活啊，拍拍小视频，轻松一点的不好吗？对吧？说实在的啊，我觉得聊这个理财啊，聊投资，我比较有激情啊，就我说话，我觉得我的声音都分贝就响一点了啊。聊这个移民生活呢，我觉得啊，就吃吃喝喝的，对吧？当然也很好，也很惬意啊，我也会定期的去更新的啊。但是我似乎啊，就是我现在对这个理财投资啊，我也比较感兴趣。那么他后来又问我，他说你那个就是你自己理财投资对吧？你自己分析分析，你自己去做一做就挺好的啊。你为什么还要去录这种视频啊？他说录这种视频吃力不讨好，对吧？啊，也没有什么好处啊。那么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嗯，就是投资上面啊，我还是会有一点怎么说，就不谨慎，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去录这个视频啊，就我自己啊也会思考啊，就我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自己其实脑子也更认真的、更严肃的啊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呢，这种既是付出啊，我又是获得，对吧？嗯，就在昨天啊，那么我的邮箱突然弹出一个邮件啊，是这边本地的一个房产公司的啊，那么我就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上这个邮箱，对吧？我就看一看啊，就是哪里有更好的房子啊，哪里有更便宜的房子。就我们这一块啊，就我刚来的，就前几年，大概3、4年吧，就我们这个 Costa Blanca 西班牙的 Costa Blanca，那个时候呢，我看到了一套房子啊，这套房子呢是9万欧元啊。那么我当时呢，我是想就是把它买来，就是出租掉啊，做一点这种理财的投资，对吧？因为这边呢，就是像这种价格的房子啊，它可以出租呢，差不多在7、800欧元一个月啊，就9万美元的欧元的这个房子可以出租到7、800欧元一个月。但是呢，后来我没有买啊。第一呢是当时来的时候呢也是比较，就是刚来嘛，对吧？你肯定也不是很熟悉啊。第二呢，就是我来的时候，我觉得这边就也是有点，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有一点这个欧洲的这种古老的气息，对吧？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就好像有点破破烂烂的，对吧？就不是那种特别新的高大上的那种感觉啊。我就觉得是不是还会有更好的选择啊？结果呢，就是昨天我一看啊，就是同样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套房子现在是多少钱呢？还没有我看的那套好啊，现在是21万欧元啊，整整就是2、3年的时间，它涨了差不多有接近2倍多啊。所以怎么说呢？真的，这个就是一种机遇吧，对吧？那我老婆后来就跟我说，她说你有没有后悔啊？就是你当初没有去买
这个房子，对吧？你如果买了啊，现在你赚了多少钱多少钱啊？我开始呢，我是确实觉得有点沮丧啊，我觉得怎么当时就没有一下子一下手就买了，对吧？我买个股票都肯定会很果断啊。但是呢，我后来我又一想啊，我也没什么好那个觉得难过的，对吧？啊，因为我只是没有买而已啊。但是我当初去看了这个房子啊，我也就是觉得这个房子会上涨，对吧？只是我没有觉得这个房子会涨那么多，是吧？呃，我觉得应该难过的是卖掉这个房子的主人，对不对？这卖掉房子这个主人，如果他一看啊，这2年一下这个房子涨得那么厉害，他肯定会啊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对吧？我最多来说就是我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遇，但是我并没有踩坑，是吧？啊，我只是就是说，可能这个钱就是我运气不好，我没赚到，对吧？但是我有这个眼光，我相信我后面还是会遇到的，对吧？我是这样想的啊。那么说起踩坑的这个话题呢，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房子这个问题？就我来这边之前啊，就我在海南的那个时候，我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中国啊，我就住在海南啊，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海边，所以我来了西班牙这里呢，我也选在这个海边的这个城市。那么在中国啊，海南那边呢有一个地方叫三亚，对吧？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在三亚边上啊，还有什么陵水啊，还有什么博鳌啊这些小的城市，三亚的这个房价其实是很贵的啊，不管在租金还是买卖上面。但是呢，像其他边上的这些城市呢，它就没那么贵了，对吧？啊，有一段时间呢，就边上这个房价也是慢慢涨起来了啊。但是后来就是新冠疫情了嘛，对吧？这个房价好像在那段时间就停住了。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在呃那个地方有个城市叫博鳌啊，我是住在那里的。博鳌呢，就是可能我说出来啊，可能很多中国人他都不知道，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啊，这个我相信大家能搜到啊，或者也能听到过，对吧？为此呢，那边就是还专门修建了一番，有高端的什么高尔夫球场啊，还有那种就是公路啊，也都修得很好，并且还修了一个机场啊。那么我在那段时间呢，我就一直住在博鳌这个城市。当时那个我租的一个房子，他一个月租给我是5000块人民币啊，那是好几年以前了，就我还没来西班牙的时候。那个房子呢，它也跟现在这里是差不多的啊，它也是在海边的，并且呢，我是直接就能从窗户里面啊，就我的客厅啊，我的卧室啊，都能看到海。而且那是一个大的房地产公司的一个大的楼盘啊。买这个房子是多少钱呢？买这个房子是230万，大概啊，我记得。为什么我很清楚呢？因为这个房东他租给我的时候啊，因为他不是本地的，他是北京的啊，那么他租给我呢，他让我去帮他交一个什么房屋维修款啊，什么东西的啊，要去那边的当地的银行。那么我就开着车，对吧？我就去给他交这个维修款，所以我看到了就是他的这个价格啊，看到这个价格，但是他租给我当时只有5000多块钱啊。那么其实还有没有更低的选择呢？啊，其实是有的啊，因为在那个小区里面基本上没什么人啊，都是空着的啊。那么我住下来以后啊什么的，或者说也有一些房东啊，他主动联系我啊，他说，哎，他说我也有这个房子，你要不要住？但是我这个人呢，我就想想看啊，这个房东毕竟也付了那么多钱，对吧？但是大家交流下来还可以的啊，所以我就觉得算了，对吧？就没必要为了再便宜一些啊，你硬要去跟人家就是多一点事情啊，我嫌麻烦的。那么今年啊，我无意的就是我又了解了，就原来租给我的这个房子现在租多少钱呢？现在才租3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啊，就跌掉40%啊！这个事情我想也太可怕了，对吧？就是那边啊，一个230万的房子啊，就那个海南230万的房子啊，现在只能租3000元人民币一个月，但是在这里
一个10万欧的房子，就是80万人民币的房子啊，现在能够租800欧元，就6000多块钱，就是它翻倍了，它的租金比在这个海南这个房子，对吗？大家都是在海边，都是主打这种养老的这种什么度假的这种休闲的啊，那为什么这两个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啊，呃，我来这边之前啊，就是我最后我就不想租了嘛，我说我要那个出国了啊，我要去海外。那么那个房东他也跟我聊过啊，他说，哎，他说你看这个房子怎么样？他说我觉得你也挺好说话的，对吧？他说我这个房子啊，我卖给你，我自己都没住过。他说我买了以后我就一直是空关着，然后你来了，他说我就想租给你吧，对吧？他说我便宜点租给你。他说我也没有住过啊，他说我就卖给你。那我当时问我说，那你卖给我想卖多少钱？他说100万，然后100万人民币，就是他卖他还要亏掉100多万，对吧？还交了很多年的这个房贷。所以呢，就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两个投资的项目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啊，那么我仔细的前后比较了一下啊，中国海南这个房子里面，其实我各方面都是很满意的啊。说句实在的，就如果说，100多万啊，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我去买下来的。就如果说我一开始我去啊，我就看到那个房子，我肯定会买的啊。那个小区也无比的庞大，里面又有游泳池，又有健身房，还有那个叫什么，餐厅啊。那个餐厅就是房地产公司请了各地的啊，什么北方的厨师啊，你要吃包子，要吃拉面，要吃各种，反正都有啊。我想这些房东、这些业主，他们买的主要的原因啊，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跟我第一印象是一样的，对吧？但是我在那里住久了以后呢，啊，我也买了辆车啊，我每天就开车出去这里转那里玩的，并且我也认识了很多海南当地人的朋友。那我就发现啊，同样的，在我这个房子的周围，那些本地的房子啊，就是他们自己自建的也好，那种独幢的，对吧？我们说那种叫农房啊，或者说就自建房吧，那些房子价格啊，居然只有就是那个我住的那个房子的1/10啊，就是你只要有20万啊，你就可以在本地他们自己去建一个这个房子，对吧？那么这个当中相差啊，我觉得就是什么相差太远了啊，就说明这个房子它全是卖给外地人的，本地人是不会买的，对吧？因为差10倍，谁去买呢？是吧？那个差价实在太大了，这个泡沫太大了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如果我买来，我不是图这个房价上涨，我租掉呢，是吧？那租掉也是很可怜的啊，就是我那个小区里面几乎都没有什么人来租啊，我也就在纳闷了啊，那么好的海景，为什么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来呢？啊，一个呢是中国啊，这个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像什么广东那边呐、或者说什么广西啊，还有什么山东啊，对吧？都有这些靠海的一些城市，都建了这样大量的建了这种房子啊，这个是一个规划的问题，就是在发展的时候他们狂建啊，就造成了这种房子太多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认为有钱啊，有这个闲钱，然后呢又有时间的这些人啊，就愿意住在这个海边那边去一直住着的这样的人很少，对吧？就要不就是没钱啊，那觉得在那儿就什么也不产出啊，每天坐在里面，没有收入是不行的，对吧？要不就是他有赚到钱，但是他没有时间啊，那都是很忙的，要不在那个大城市里面工作啊，是吧？或者说就自己是老板啊，都没有时间。这个房东他也是那个就是自己是老板嘛，对吧？他也自己都没来住过啊，所以就是这样也是一个道理。那么同样又说回西班牙这里了啊，就是我在这边为什么当初我一来，我觉得那个房子它就有机会呢？为什么会涨呢？首先啊，就那个房子比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呢，其实稍微还要再旧一点啊，但我这个房子包括周边所有的这种就几十年的这种老一点的房子，就完全不比这些新的啊，或者说次新的这种房子呢要来的
便宜多少啊？就刚才我说那个是200万对20万，对吧？这里最多相差不会超过20%的啊，所以这个差距其实是很小的啊。这个就表示什么？就是表示这个土地本身，这里的这个土地啊，这个地方这个房价就比较值钱，对吧？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来了以后我也发现啊，像我这边是一个国际社区，就什么德国人呐、什么荷兰人呐、英国人呐、法国人呐，都好多啊。那我当时也觉得挺奇怪的啊，为什么大家都要跑到这边来买个房子，或者在这边养老呀，或者说就长期旅居度假的啊？那我后来分析了一下，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虽然啊，就是呃，欧洲啊那些国家也不错，对吧？但有的呢是因为天气原因啊，因为像西班牙这边，它这个阳光啊是很好的，地中海这个气候。但是呢，在地中海的气候的这些城市里面呢，消费还是就西班牙这边比较低一点啊。你说你在德国啊，你拿个几千欧元的工资或者退休金嘛，你在那里就你这个物价呀，或者说人工啊，对吧？你这个生活上的啊，你要在西班牙这边你来消费啊，那就很爽了，对吧？那么再加上呢，就是俄乌战争以后呢，啊，你说像俄罗斯的啊、乌克兰的啊，或者说其他的很多地方的人，对吧？他们都要移民啊，最好到这里来。那么来这里了呢，西班牙又是一个在移民政策上啊，或者说在这个物价上面呢，它相对来说又比较好，所以呢，这个来的人就很多了，对吧？这个呢，最终导致的，我觉得是这边房价就涨得很快的这个因素啊。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亲自经历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真的我们还是要有这种投资的意识和投资的头脑，对吧？当初如果说我，呃，脑袋一昏啊，我就100多万，我接手了那个海南那个房子的话，那个房子可以说是真的有可能，就你一辈子就你只能自己住在里面，就卖是卖不掉的啊，就租也很难租掉，对吗？那在这里的也是的，虽然我错过了之前的那个机遇吧，对吧？但是我一直也关注着啊，我相信就是说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英特尔吧。英特尔这家公司呢，我之前也聊过，对吧？就好多视频我都聊过。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很熟悉的广告词，对吧？什么英特尔奔腾处理器啊，那时候什么奔腾几啊、奔腾几的，对吧？那自己就是装机、装电脑的时候，就装 PC 机的时候，就是你 CPU 要买什么，你显卡要买什么，对吧？那么这个英特尔呢，其实它一直是一个王者啊，它说实在的，我还是对英特尔有很大的感情的啊，因为我用过好几台英特尔处理器的电脑。那么什么时候我是不用这个英特尔的呢？差不多在嗯、呃大概2017年左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就买了一个 AMD 的处理器的这个电脑啊，也是我自己配的，因为我平时对电脑这个东西呢，我还是略懂一点的啊，因为我要配的电脑呢就是 Photoshop 啊，什么 Lightroom 对吧？还有就是那个做一些那个 Adobe Premiere 像这种视频的软件什么，我都是需要嗯自己配啊，然后让它的这个优化啊，怎么样让这个剪辑啊，或者说怎么样做 Photoshop 的时候让它更快的，对吧？所以就是我会去研究这个东西。那么在过去呢，就买这个英特尔是不会错的啊，因为它稳定，对吗？就是你去买这个处理器啊，人家说AMD 是确实什么超频啊，什么快一点，但是它不稳定啊，它有可能会那个什么烧 CPU 啊之类的，对吧？那其实这么多年啊，这个英特尔一直是非常强势的。
那么为什么到了后面啊，就这个股价啊，英特尔历史最高，我看看现在历史最高一直是只有62美元，对吧？那个时候是在2021年已经到了最高的时候了。那么也表示什么？就2021年的时候，这个英特尔公司还是在一个很强的，对吧？那为什么2021年以后啊，它就开始跌啊？现在是2025年，现在就23块啊，24块这样，最低的时候都到了那个18块，对吧？那么这个后面呢，又是一个关于这个 NVIDIA 英伟达的故事了啊。NVIDIA 以前是做显卡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买那个英特尔的处理器，然后我们要买 NVIDIA 的显卡，对吧？因为也有过啊，就是说英特尔处理器，但是去兼容一个那个叫 ATI 的显卡，对吗？但是 ATI 的显卡就是，大家会觉得啊，也是同样的原因，什么发热呀或者不稳定啊，反正大家就觉得 N 卡是比较稳定的啊。那么一直到就是2021年以后呢，这英特尔开始就不怎么好了啊。那主要呢，当时啊就是进入了一个什么？进入了一个 AI 时代，对吧？这个英特尔的这种计算的方式啊，跟那个 NVIDIA 就那个英伟达的啊这个计算的方式啊，图形显卡的计算方式，这个英特尔要落后很多啊。这个最终呢，就导致了这个啊，英伟达就爆火，对吧？这个股价是狂涨啊，然后这个英特尔呢就越跌越厉害啊。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嗯，今天啊，英特尔在盘前它就涨了11%啊，是英特尔呢，它有了一个新的 CEO 啊，这个新的 CEO 呢，他叫陈立武啊，应该是一个华人，对吧？那么他呢，就是12号，就昨天呢，正式上任了啊。然后呢，他说他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啊，然后要打造这个英特尔成为全球顶尖的代工厂。他一上任啊，这个股价就盘前立刻涨了11%啊。那么他呢，原来呢，他让一间企业啊翻身，然后呢，股价曾经上涨过44倍啊，而且呢，他和就是英特尔前任的啊这个 CEO 基辛格呢，他们两人策略是完全不同的，是相反的，对吧？那么这个基辛格在任的时候啊，这个英特尔不怎么好，对吧？那么现在啊，跟他完全相反的啊这样的一个华人干将啊又出现了，那是不是会扭转这个局面呢？对吧？说句实在的啊，我觉得啊，其实就现在的这种，嗯、这个行业的形势啊，对吧？我们看到像台积电啊，像那个英伟达啊，都是华人啊，就这些老板，这些实力的干将，对吧？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英特尔它最终啊，它现在也任命了一个华人啊。我觉得华人在计算机行业啊，尤其是在这个芯片行业啊，我觉得是真的是出了很多的人才，跟很多的这个付出的努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应该是值得大家去尊重的啊。那么聊了这么多呢，我最后再讲一讲，就是我对这个股票的投资上的看法吧。就坦白一点，就是我会不会去买，对吧？那么我先说结论啊，结论我是会去买的。我第一次我去买的时候呢，是它在19、20左右啊。那么当时呢，它也处于一个在底部，然后呢稍微有一点反弹的这种感觉的啊。那么当时这个底部如果跌下去以后呢，那么它有可能就跌的这个很深的位置，对吧？那么当时它是反弹的啊，那么反弹嘛我就去买了。那么我觉得就是英特尔这个公司的底蕴，还有它和美国的这个呃关系，对吧？啊，因为它其实就代表着美国芯片的公司啊。
那么我相信，就是如果川普他确实要执行让美国再次伟大，那么这个英特尔肯定是他的一个拳头产品，对吧？包括什么像波音之类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我会去买的。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未来能不能就像英伟达这样、NVIDIA 这样翻几倍，对吧？这个不敢确定啊，不敢确定。那么这个现在的 CEO 呢？那么他之前他其实也是在英特尔呀，也在董事会。那当时他也是让他来就是力挽狂澜吧，对这个英特尔进行一个变革，就改革吧。但是他和这个基辛格呢，就是前任的 CEO 呢，关系不好啊。这个两个人的思路跟意见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后来他就离开了。那么这次呢，他应该对他来讲呢，也算是一个王者归来，对吧？那他现在又是在进入董事会了啊！你这个不进入董事会，人家没法干，对吧？没有权利啊，或者说人家觉得这个待遇太少，对吧？这个都不行的，对吧？人家就是要真的人家给你卖命的啊，肯定是要进入董事会的啊。那么当然了，他进入董事会，那么这个英特尔他现在也是这么庞大的一个臃肿的一个大机构，对吧？大公司，那么肯定要面临的一些什么裁员呐、或者说一些精简呐、或者说反正这当中又充满了许多动作啊，就是这种内部的争斗吧这个是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那么这个老先生也已经65岁了，所以能不能扛得住，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当然了，就英特尔现在选一个华人干将呢，是否和之前传闻的就是那个台积电和英特尔会未来有合作之类的，他们成立一个什么公司？这个有没有可能华人之间或者说容易沟通有更好的一种方式，对吧？这个不知道是具体就是有没有关系啊？那如果真的是台积电跟英特尔未来有好的合作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英特尔的股价它就大有作为了，对吧？总之在这个价格，现在我觉得我是敢买的那么虽然川普最近的刀法很厉害到处增加这个关税，但是呢，对于他自己的这个美国这个公司，对吧？他总不可能乱来，是吧？好吧，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下一次就再把香港的故事，还有美国就现在的这个行情再看一两天，看看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是不是底部到了，对吧？这些东西都可以再讨论一下，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